父帅，婴儿，是不是城中有变？回禀父帅，儿已把城中之事料理完毕，特来帐前向爹请令。胡闹！不在城中守城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是母亲让儿来的，母亲替儿守城，儿才赶来的。爹爹，您放心吧。儿啊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是，父帅。去吧。哎，女儿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尚夫人，尚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夫人。没事，可能是昨天休息不好。夫人，不对吧？你是不是有身孕了？你要再胡乱说，我可把你送回天星府。哎，夫人啊，这可是件好事。你想想看，要是让国姓爷知道这事儿，他得多开心呀！不行，你一定要回天星府，不然会有危险的。我这就告诉老爷去。哎，不许去！你想，这个时候军中粮草已断，援兵又迟迟不到，你想这个时候去告诉父帅，你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不许去！那你万一有什么危险，你怎么向国姓爷交代啊？你放心，国姓爷他忠君报国，胜于一切，他不会为此事而多虑的。那莫非国姓爷是块石头，他没有感情的？哎，你又胡说了。好了好了，听令，此刻出兵。是。大人请。微臣叩拜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老世卿啊，黄昭讨发来奏文，首战告捷，消灭了2000清兵啊，不知是否有所闻呢？坐。好。老世卿，黄阁老不会是谎报军情吧？啊，依我看，这全凭我朝先皇的在天之灵和陛下的神威所致。万事能承天合运，这大明朝也会有些希望了。不过此行也确实难为黄昭讨了。既无精兵又无粮草，居然能打这样一个漂亮仗。但如果朝野上下同心协力，那还何惧清军猖獗于一时啊？老世卿意下如何？陛下所言极是。今日请老世卿入宫，是有重要事情相托啊。臣岂敢不倾心竭力报效皇恩呢？如今朝廷出力，百废待举啊，而战事又迫在眉睫。眼下国库空虚，入不敷出，一旦危急，又怎能不捉襟见肘啊？前日有贤卿奏闻，有4种济困之策。奏文中说：一，满朝文武折俸助饷；第二呢，士绅大户捐饷；第三，预借下年的钱粮充作兵饷；第四，卖官鬻爵。朕以为这4种想法都欠妥当，一旦实行起来，只怕是饮鸩止渴，后患无穷，绝非万全之策。对，
啊，朕倒是想出一个好办法，不过要老事情亲自出马，方可力行啊。哦，陛下请讲。现在海上与洋务通商的船只颇多，前日朝廷因为诸事繁忙，无暇顾及。今日朝廷若是派船控制海口海域，设立关卡，健全税制，岂不是也可以补偿国库空虚，支撑亏损吗？朕思虑了很久啊，决定立即在海口设关。不知老世卿对此事意下如何？这老世卿世居民省，在地方上威望卓著，朕思量也只有将此重任托付于贤卿。什么？那是再好不过啊，其他人恐难担此重任呢。皇上这个主意确实是高臣一筹啊，臣就按圣意行事，绝不推脱。极好。平国公不愧是富国元勋朝廷的栋梁啊，想必已经是胸有成竹。朕静候老世卿佳音。谢皇恩。这等小人，我一定要把你揪出来，就是千刀万剐，就是千刀万剐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孩儿拜见父帅。你回来了。父帅，我听说皇上把设海卡、收税银一事交给您去办了。我儿到底是久居宫中之人呢，这消息蛮快的嘛。坐吧。干此小事您就放心吧，以父亲的威望，一定能成功的。谈何容易？对于别人也许不容易，但对于父帅何难处呢？您战船百艘，谋士如云，而且对于海中之事，您又无所不通。倘若父亲没有办法的话，那么谁能够担当此任呢？您放心，我对海上之事也略知一二，我已奏明皇上，而且皇上已经恩准，若父帅处理此事的话，是再稳妥不过的了。什么？父帅，是我奏明皇上的，我想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呀。你我都是国家的臣子，若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，你我父子又有何颜面立足于朝中呢？你这个逆子，你事事处处和我作对，你误了我的大事，你懂吗？这海上的税银是我每年最重要的一项进项。早在天启年间，我们就往来于海上，我们拼命争夺，控制了海上大部分海口和海域。我们还有10几艘双桅大船呢，行驶在海上。凡是交纳税银的，我们就给他挂上一面小黄旗儿，让他在海上任意来往。那些没有交纳税银的，如果让我们给逮着了，我们就轻则扣船扣货，重则杀船上商贾的头示众。这么多年来，航行在海上的商船，没有哪个不敢交纳税银的。可你倒好，你把这么大的事情，居然给我捅出去了。父帅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事事瞒着朝廷呢？如今国难当头，父帅，你应该知道啊，应当极力维护朝廷才是啊。既然父帅早已见官立卡，这倒也省力了。父帅从今只把每年所缴税银如数交付朝廷，不就是了吗？什么？你让我把这白花花的银子交给这半死不活的朝廷吗？你做梦！父帅，
大木啊，你知道吗？为父这几年惨淡经营，为的是谁呀？啊！如果是为了我，那么我不要这种昧心钱。现在国难当头，应当同心协力，振兴国家。没有国，哪有家呀？你虽然投笔从戎了，但是你还是一个迂腐的呆子。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？啊！大明朝要亡了。现在这个小朝廷，不过是拖延些日子而已，还讲什么狗屁振兴啊！真是呆子说胡话。父帅，你身为朝廷重臣，岂可抛弃忠义之节，对朝廷存有二心呢？哼，狡兔还有三窟呢。哼哼哼，别说是当今豪杰了，就算是为父对朝廷怀有二心，难道你还敢弑父吗？父帅，若你真做出对不起朝廷的事情，引颈就刑，也是顺应国法的。大胆！就敢这么跟为父说话吗？别看在朝上你我同为臣子，但在家我是你父亲。你若敢不从家法，我照样可以处置你。海是大明朝的海，通商乃万民大事。父帅的家法也要顺应国法，一切由朝廷来管辖。你胡说！父帅，父帅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滚！滚！请父帅多多保重。孩儿告辞了。逆子！来人呐！奴才在。主公有何吩咐？你去给我办件事儿啊！你这么说。是，奴才明白。回来。如果这件事儿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我要你的命！是，主公。粤海乃我生存之本，同养护士乃我祖传之业，特将来船烧毁，以示我兄弟之威。匪商如此猖獗，扰乱海口，朕若是坐视不顾，实难甘心。可是若以兵剿，上民定将全数毙之。陛下，郑芝龙一向诡秘，此事会不会与他有干系？先王列祖列宗在上，托上天恩赐，太祖威德。儿皇自历朝以来，意图振兴大明江山，利益北征，但事与愿违。大明朝之所以江河破碎，皆因朝中总有奸臣当道，而今我朝廷中人人皆知，平国公等人与朝廷怀有二心，他麾下兵强马壮，却按兵不动。儿臣念他为力挽大明江山，立而为帝，对他所为一概不知。如今儿皇已成傀儡，振兴大明恐无大望，儿皇愧对列祖列宗。
奴才该死，搅扰皇上祭祖。臣已朽去，自请行鞭。如今清兵围困孤城，广信事险。臣是大明，如冰心之在玉壶，纵有万死，则一死为陛下也。速传旨，召郭姓成功后宫见驾。遵旨。微臣叩见皇上。爱卿，这是黄阁老黄道周发来的12万分火急的军中请援奏报。微臣虽不才，情愿领一支军，以解广信之围。成功，你的精神可嘉，可御林军兵微将少，难以担此重任，尤其是这兵饷。陛下，古人云：“大胆天下能去，小心寸步难行。”陛下若恩准，臣即刻奔赴泉州，向鸿逵叔父借兵请行。大母，你对大明的赤子之心，朕洞若观火。要是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忠心，就好了。但借兵之举，绝非易事。林清，在，准备起驾，朕亲往国公府。是。请求平国公出兵。若是不能，朕决以御驾亲征，宁为玉碎，也不为瓦全。遵旨。陛下，臣不惜万死，愿与陛下同往。好。臣叩拜陛下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哦，陛下，朕闻国公贵体缠疾，心中十分不安呐。不知近日贵体是否康复啊？托赖陛下洪福啊，近日大有好转。啊，坐。谢陛下。近日在府中略备了几杯薄酒，一时庆贺，没想到陛下御驾光临，这真是我郑家天大的鸿福啊！哈哈哈。广信遭困。朕心中焦急啊！而今平国公身体欠佳，更觉朝中无人呐。可是，朕决以御驾亲征，以解黄阁老之困。不知国公意下如何？陛下，你御驾亲征，可是非同小可呀，定会使朝廷震动，百姓惊慌啊！况且从黄阁老的战报来看，这广信并非是千钧一发。陛下，你如若亲征，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那是弊大于利的事情啊，请陛下三思啊！此外，臣闻广信危机，昨日已经派了远在延平的郑连带领2万精兵人马星夜前往救援，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。平国公既然已发出援兵，为何不及时奏明朝廷啊？启奏陛下，古人云：“兵贵神速啊。”如果一旦走漏了风声，那敌人会有所防备的，我军就更难取胜了。再者，郑连远在延平，所以臣没有及时禀报朝廷。依贤卿所言，朕甚感欣慰。朕只有平国公，若蜀国有武侯啊，何愁大业不举？陛下，既然您心已宽慰，那就留在寒舍多饮几杯薄酒吧。不了，援军既发，朕自知朝廷应该派得力之人充任监军，这样才能保证粮草无虞啊。此事不必陛下费心。关于监军一职，臣早有人选。微臣不才，愿领监军一职，请陛下恩准。好，有成功前往，朕自然无忧啊。平国公意下如何？这个逆子，臣遵旨。将军，请问郑将军可在营中？哦，本官就是郑将爷。小女子是何许人也啊？找本官有何公干？小女子是北招讨大元帅帐前副先锋官黄英公是也。小女此行是特来向将军请兵。此为书函。原来是黄阁老派来的女将啊！哦，失敬失敬。有话咱们到屋内叙说。将军，您可知道广信城如今危在旦夕？小女子来之时，已经3餐并作1餐，百姓们更是无米下过。将军，请您救广信于水火之中。如果您再迟些日子，不要说战死，就是困死、饿死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将军，请您还是顾全大局，早日派兵。我广信城的军事，所有百姓的性命，就全靠将军了。小姐且别伤心嘛，援军何时进发广信，朝廷太师爷他自有安排，我只知领命而行，不是我不愿意帮助小姐呀。你再说了，如今粮草都未运来，你叫我如何打仗啊？将军，我们天天战死沙场，你们却在这儿享乐。我的老父亲在战场上带兵作战，他为的是什么？早知如此，他老人家早就应该告老还乡，管他江山属于谁。郑将军，您不是说京师和太师爷不准带兵吗？那好，我此刻当面去见他。哎，小姐且别发这么大的火气，我岂是那不仁不义之人？不劳小姐费心，我即刻派人快马前往京师求旨。小姐嘛，你就在我这儿住上3、4天，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个无赖虽是讨厌，还不能过深得罪，也罢，就再等他几天。再说，还未见到运粮草的国姓爷呢。孩儿拜见父帅。
孩儿想问父帅，父帅何日允许我带兵将粮饷送往广信？哎，如今国库空虚呀，成千的关卡，上万的兵营，都缺粮草和救兵，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啊？哎呀，父帅，您对皇上坦言，急速驰援广信，可孩儿是皇上恩准和父帅允诺的监军，为何不给孩儿一兵一卒，一粒粮草，让孩儿去解广信之围呢？听说你媳妇儿也跟他爹到北关添乱去了？不是添乱，是尽忠孝道。你同意了？是的。糊涂！她嫁到郑家来，就是郑家的人，就要守郑家的妇道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难道苟且偷生，只顾寸地之利，不顾朝廷威望，这样的家他也要跟吗？大木，难道你让郑家断了香火不成？这衣裳是英姑临行前留下的。他走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有了郑家的香火。大木，你为什么不留住他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走的时候，已经流着郑家的血了。临别那晚，他说要告诉我一件事，但父亲差老仆前去叫儿，说有急事，实则是让我来陪你。不过我更加的崇尚于他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苍生，为了百姓蒙尘涂炭，为力挽朝廷江山。你们简直是气死我，叫我进退两难。哼！夫人，郑将军求见。不见。哎，夫人，他说非要见你不可，说有急事。那就放他进来吧。郑将军，请。下去吧。是，夫人。小姐，若不是太师爷的严令，就只当是为你，我也值得上广信走一遭啊！郑将军，如果你有事，请先说是；不是的话，下逐客令。好你个黄延姑，你等着，你逃不过我的手掌心。滚！哎，夫人，怎么了？我把他赶出去了。什么？赶快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广信，事不宜迟，快去！什么？夫人，咱们还没有求到援兵，回去怎么向元帅交代呀？再说，就是回去也是白白送死啊！哎，夫人，你还没有等到国姓爷，何不索性再等等，等国姓爷来了再说？夫人，要不咱们等到明天天亮再说吧？
这，怎么办？夫人，怎么办呢？快，到了分水关就好了，驾！走小路，我们甩掉他们。给我顶回去，拼死也要给我杀过去！秋云，夫人，咱们下去，上！
我的孩子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国姓爷。夫人。告诉国姓爷，广信城失守了。哈哈，玉大哥，一路辛苦了。朝廷派你进援广信，为何中途停马？违抗圣旨，该当何罪？大哥，这可不关我的事。来来来，快跟我进帐歇息去。我问你，为何不救援广信？嘿，这抗旨一事你找不着我啊。我只是依太师爷之令进兵崇安。没有太师爷的谕令，我怎么敢擅自救援广信呢？你贪生怕死，贻误战机，反倒诬陷太师爷。大哥，你不要这么骄狂。小弟是义军之主帅，我怎么敢不依军令行事呢？如今广信示威，我命令你即刻备上。我是义军之主帅，我不发令，哼，你敢把我怎么着吧？我是监军，你敢违抗圣旨，军法处置。好。这次就算依了你，但是太师爷怪罪下来，可不能怨我。来啊，传令下去，立刻向广信进发。报！启禀国姓爷，黄昭讨遭伏击，全军覆没。广信城昨天夜里被清军攻破了。广信失守，那我夫人呢？跳江自尽了。英姑，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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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吕显若疑，有孕自天，舍命不渝。大明，臣黄道周。我黄道周再也不能临阵杀敌了。黄阁老，此时你如有悔意，看在你我曾经同朝为臣的份上，我还可以饶你不死。臣黄道周拜别吾皇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！臣虽不能再驰骋疆场，为国立业，然人耻被俘，已断无再生之理。臣死而无怨，望陛下重整朝纲，力挽狂澜，扫除奸雄，挥兵北进，圣朝安得无雪耻之日啊！望陛下圣意果决，戒之慎之。孔承畴，你听着，你这个无耻叛贼！我乃大明朝臣子黄道周，生既不能报效朝廷，死也愿做忠魂。朝夕侍奉我太祖皇上在天之灵。黄道周，你毫无悔意呀！少说废话，快动手！既然如此，我也救不了你了。来人，来执行！国姓爷，你快出来吧，老夫人来看你了。森儿，我是母亲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们不要再理我，你走啊！
你走啊！别再离我走啊！孙儿，你现在不想跟我谈，我也不勉强于你。可是因姑的不幸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。望我儿节哀。太师爷。嗯。哦，怎么是你？衣冠兄，我黄某是不请自来呀。怎么，这回让你感到突然了吧？这个，你这是？衣冠兄，我这是，是。哎呀，衣冠兄，我黄某一心寻找故知，堂堂的太师爷，因何如此的胆怯呀？这个，我是说，官房如此严密，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？衣冠兄不必多虑，俗话说，胆大走遍天下，胆小寸步难行。这四海之内，何处没有我黄某的足迹呀？失敬，失敬了。老爷，这边请。伯伯，我的亲伯伯，小侄是听了伯伯的谕令才遭此难的呀！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谕令？证据呢？这，伯伯，你可千万要救我呀！饶侄儿一命吧！伯伯。莲儿，你还年轻，凡事要多用脑子想一想。想当年你父亲跟着我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也没像你这么胆小如鼠，鼠目寸光的。大不了就是掉脑袋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画押了？小侄进大牢数日，还未曾被提审。那好。你记住，有你伯伯在，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伯伯，这是真的，伯伯。不过因为你贻误了战机，致使黄阁老一家和全军覆没，你罪责难逃，你知道吗？伯伯，那怎么办呢？伯伯。不过。我可不想让我四弟的门下断了香火。多谢伯伯救命之恩，多谢伯伯救命之恩，多谢伯伯救命之恩。皇上，微臣身领监军，理当责罚，自削官职，今后不参与朝政，请皇上恩准。贤卿。你虽身领监军一职，但罪不在你。皇上，微臣感到惭愧，无能尽忠尽力，请皇上加罚。贤卿，曾几何时，你曾说过“少小非为投笔吏，论功还于请长缨”啊。难道贤卿忘了吗？没有，微臣记着呢。贤卿，你妻离子散，夫人为国捐躯，
且身怀六甲，乃是巾帼英雄啊！朕难道不是为朝廷在尽忠竭力吗？皇上，英姑一家罹难，微臣贻误军机，致使广信城陷，微臣罪该万死，请皇上降罪。爱卿，你为什么这样责难自己呢？朕明知黄英姑一家罹难，但是朕连贻误军机本应重责之，可是你为什么要代他人受过？朕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个水落石出。戴正廉，戴正廉，微臣正廉叩见皇上。正廉，你知罪不知罪？臣知罪。拿下，武士即刻问斩。啊！皇上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慢！皇上，陛下，臣已料理家中丧事，故而姗姗来迟，请陛下发落。伯伯，滚！臣有一事奏明陛下。贤卿，何事奏明寡人？臣愿引咎辞职。陛下，广信失守，致使朝廷损失惨重。黄阁老一家，还有我郑家的儿媳和没出世的孙子，都罹难了。闻此噩耗，臣和满朝文武日不思食，夜不能寐呀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近日朝廷居然谣言四起，说我郑氏门中不忠不孝，对朝廷怀有二心呢。陛下，广信失守，罪不在晚辈，我郑芝龙理应负全责，请陛下发落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人人都向朕请罪，看来罪责在朕一人了。皇上圣明，恭请皇上恕罪。退朝。在干什么呀？国姓爷，我在看台湾，那里是我的家乡。风太大了，回去吧。国姓爷，你何时收复台湾？等打败了清军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霸占台湾的是西方洋人，我会送你回台湾的。你记着，台湾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。
哎呦，哎呀！万岁爷，万岁爷，万岁爷！哎呦！朝里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个消息吗？回禀皇上，朝内无人得知，写这些信的都是朝里的重臣。暂时不要透露任何风声。是，奴才明白。山河破碎，风飘絮，深宫沉浮，雨打平。东厂知道什么消息吗？回禀皇上，东厂近日未来什么奏闻。真是一帮蠢材！退下！是。太平，天下哪有什么太平？如果要是这样，岂不是让我背叛朝廷，做乱臣贼子吗？若依衣冠兄之见，那洪总督与小弟岂不也是？不，洪总督岂能跟郑某相提并论？人各有志，我郑某现在是朝廷的重臣，又深得皇帝宠爱。偌大中原，不出数月，就要更换新主。北京兄有所不知，隆武皇帝人心所向，清军虽然骁勇善战，但打进福京也并非易事。衣冠兄，前车之覆，后事之师，如今是天下大乱，有才之士寻清明主而归，这是古来有之。像衣冠兄你，如今是名扬天下，谁不敬仰？何必与那黄阁老为伍？否也。黄阁老一家焚家抗清，杀身成仁，留得千古芳名，怎么能说是干了蠢事呢？千古芳名？衣冠兄，在我看来，这句话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。韦敬兄，你我是心心相知啊，就凭我这么一个身为权重之人，你让我去做那种千古罪人的蠢事吗？想我圣朝世祖，岂是那不仁不义之人？此事关系重大呀！别说是一个闽粤总督了，就是再给我一个湖广总督，也实难从命哦。衣冠兄，切莫小看这总督之职啊！哦，我深知仁兄胃口很大，只要功名成就，还怕做不上大官吗？如今黄某别无所求，只求衣冠兄一句话，答应与否。
黄某也可回朝复命。这个，不过，机关兄，你何必这样吞吞吐吐的呢？这点区区小事，对你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这俗话说，杀鸡何用宰牛刀啊？现在就是牛刀也不行了。嘿，你们想让我绑架隆武皇帝去清朝，谈何容易？要是稍微出点差错，那就是天大的事情。再说，一个无兵无将的隆武帝，对你们有什么用啊？一个傀儡皇上倒是小事，可仁兄据守仙霞关，清兵怎么能入闽呢？仙霞关，谁？臣叩拜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先卿对于防守几种要塞之事，你们议论的如何呀？启奏陛下，事已商妥，仙霞关已委重兵把守。重兵。重兵，1万人把守大小500个关口，简直把朝廷的命运视同儿戏。众位贤卿，今日朕要问你们一件事：你们可曾认识这些东西啊？说呀，认识不认识？朕待诸位爱卿，皇恩之后，倘有过失，从不加罪；倘有功劳，赏银封爵，何其荣耀！此世界正是国难当头之时，众贤卿适应与朕同心同德，力挽狂澜。可是，在众卿之中，居然有人干出此种忤逆行径，该当何罪啊？正值我大明于中兴之时，尔等之中，竟然有人与清军沟通，真是天理难容！朕就是灭此等鼠辈9族，也难消这欺君叛民之罪。朕自登基以来，每日节衣素食，不曾有一点挥霍，以力求朝政之廉洁。清公正事，而绝非刚愎自用，举贤用能，从谏如流，使之望于众卿，同心协力，光复沦陷之山河。朕对卿多施仁义，卿对朕又怎忍心怀二忠？既然置太阴之灵于不顾，视抗清大业如儿戏，居然勾结清军！众位爱卿，辜负了太祖高皇的遗愿，也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。今日就是将汝等杀绝，也难消朕心头之恨。皇上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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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今大敌当头，清军进攻之势有增无减，然而各路秦王之士却能力阻清军长驱南下。清
能缘何不明行事？再者，朕自登基以来，众位贤卿也确实效过犬马之礼，托来皇祖天恩，朕也就赦免众卿，望众卿能够戴罪立功，报效朝廷。但下不为例，朕绝无再赦。廷臣，谢主隆恩。当着众卿的面，朕将这些书信统统烧掉。从今日起，既往不咎。望众位爱卿认清形势，以国家为重，同心同德，完成抗清复明大业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叔父，大木，怎么风风火火的？干什么呢？父帅他和大明的叛将洪承畴有勾连。你有什么凭据啊？昨晚母亲差美娘前去给父帅送夜点的时候，美娘亲眼所见，来人是洪承畴派来的亲信，叫黄希殷。啊，真是这个老家伙。他降清了。不过，你父帅他绝不会轻举妄动的。哎，把这个事儿先藏起来再议啊。父帅他近日来魂不守舍，坐立不安的，大有降清之嫌呐。小侄担心，万一父帅鬼迷心窍，错走一步，那可就悔之晚矣。那依你之见呢？也好。嗨，老爷，定国公郑大人从泉州来福京，现在大厅里边求见。请。大哥，近来一切都好吗？好，兄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。你不用找，我自己来了。二弟呀，今日早朝之上，皇上大怒啊！说众臣对朝廷怀有二心的，坐吧。啊。黄希印这个人，我从来对他没好感。哎，听说他后来又降清了。大哥怎么和这等人搭上线了？大哥，你可知道你我兄弟出生入死这半辈子，图的是什么？图的是对大明朝的忠义之心，落的是精忠报国的好名声啊！二弟说的对，他黄某人不过是我的旧日之交，这次来也是顺便来看看我。如今军情紧急呀，清兵以卷袭之势向我东南扑来，这江浙诸府都纷纷告急呀。我们的福京都势如累卵了，贤弟，你可有退敌的良策吗？小弟不才，随时听凭大哥的意思。依我看来，这清兵虽然来势凶猛，但漏洞颇多，他们全线出击，必然会造成兵力分散。我已经任命何腾蛟、方国安二位督帅，他们同心协力，
7组清兵南下。这样战场上一失守，清兵必然首尾难顾。到那时候，我们趁此出兵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嘿嘿，这样一来，虽然不能全歼清军，但也能力挫他们的锐气。哎，要是福京解了围，那下面我们就可以谈收复南京的事儿了。好，大哥之见，精辟之至。大哥要征止骑兵北进的话，上应天时，下合民意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二弟，你是不知道我的苦衷啊！我何尝不想早日发兵收复失地，为大明朝建功立业呢？像如今各路督帅都有私心，不能同心同德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所幸当今天子圣聪明达，皇恩浩荡，如今稍有点良心的人都能拦路请缨啊，何况你我这等朝廷战将更不能苟且偷生啊！以仁义之心待人，若大哥相信的话，鸿逵愿挥兵江南，视死如归。好，正合我意呀！嘿嘿，看来这征东大将军非二弟你莫属啊！你看怎么样？事不宜迟，你马上回泉州去，把诸事交割完毕之后，再快速回到京城来。快去吧。慢。奏章可以事先拟好，只等皇帝亲准就是了。好，去吧。老爷，您今天这么高兴，是不是郑大人走了？好了，等皇上亲准了北进的奏章，鸿逵发兵江西，郑采去了浙东，到那时候，我可就是抗清的英雄了，百姓朝臣哪个不服啊？等过几天，黄锡印把进攻闽省的日期一送来，我们就兵撤仙霞关，理迎清兵。老爷，只要能保住我闽省之地，朝廷、皇上算个屁！老爷高见，老爷您有礼呀。这虽说这个定国公和郑采全是您的至亲，可他们的心和您可不一样啊。对，到时候他们一个在浙江，一个在江西，攻守难顾，兵力分散。到时候木已成舟，还怕他们反目不成吗？老爷高见呐！你把这花送到老爷那儿去。是，夫人。老爷，夫人让我给您送花来了。哎呀，你把它送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给您送书房了，您不在呀，所以我就把花给您送这儿来了。夫人说您可喜欢龙戏百花了，您看这花多好看。好看，真是好看。美娘啊，来府快1年了吧？你说老爷我对你好不好啊？回老爷的话，这府里上上下下对小女都很好。特别是夫人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。那老爷我呢？老爷对我也不错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老爷太忙了，小女还没有机会孝敬老爷您呢。好，
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。前2天家里来了个客人，这事儿是谁给说出去的？不要紧，你大胆说，我绝不会怪罪你。我不但不惩罚你，我还要奖赏你呢。老爷，其实小女真的不知道。可那天晚上的花盆儿是谁给摔的呀？啊，那个是猫给摔的呀。猫摔的。啊。哈哈哈，猫摔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猫摔的。那为什么早不摔晚不摔，偏偏那个时候猫把盆儿给摔了呢？回老爷的话，小女怎么知道这猫它要在那个时候摔花盆呢？美娘，你还跟我嘴硬！我告诉你，国姓爷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回老爷的话，这就怪了。这堂堂的国公府，天天人来人往，宾客如归，就是小女告诉国姓爷，不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吗？再说了，国姓爷他可是您的亲生儿子呀，而且我这几天也没看见国姓爷。您要是不信，您亲自去夫人那里打问一下，也免得小女子受此冤屈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府里用不了这么多人了。明天你去找尹大海算算工钱，另投他府吧。我们是。